程玲玲忽然接过话来，有办法呀，你把他换了呗。初九脸色微变，程玲玲看着初九说道，初九，你老是不听龙庭的话，那就让龙庭把你换了，换一个听话的在他身边，你觉得呢？师父，我没有不听少爷的话，怎么没有？你经常不听龙庭的话，他叫你坐下吃饭，你会拒绝他，还得打电话给妍妍，让妍妍说你。他说他是男人，可以在前面冲锋喊阵，不需要你老在他面前挡危险。你也不听他的，每次有危险你总挡在他前面。你忘记那次受伤了，他吓得心神俱裂了，在他心里，你和他的命一样重要，知道不？所以你在保护他之前，首先要保护好你自己。初九无奈的道，师父，那是我的职责，不是我不听少爷的话。少爷说啥我都做啥，哪有不听他的话？师父那是歪了一大堆。老头子到底是怎么教你的，把你教成了这样？程玲玲吐槽，死去多年的师父，他把你捡回来，与龙庭一起养在他身边，也是视你如孙女。你和龙庭一样的，没有贵贱之分。老爷爷说过，我是给少爷作伴的，一辈子要忠于少爷，保护少爷。初九始终记着老爷爷捡他回家时对他说过的话。程玲玲说道，那是刚开始，后面老头子不是视你如亲孙女了，否则他也不会让你跟着他一起生活，早就将你送到英哥那里了。英哥才是培养顶尖保镖的人，仅将初九当成保镖来培养。老神医不会将初九带在身边，更不会教初九学武。学医老头子分明是视初九如孙女，只是初九性子执拗，老头子最初说过的话，他记到现在记住了，也是按照老头子说的话去做。初九不说话了，老爷爷初时对他的态度的确和龙庭不一样，他对龙庭很严厉，什么都教龙庭，学得很快也学得很好。老人家依旧要求龙庭做得更好，而对他是和颜悦色的，只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，并没有教他功夫修习医理，不过会送他去上学，让他学到知识，不至于睁眼瞎。慢慢的，老爷爷才开始教他功夫，教他学医，应该是相处过后摸清了他的品性，又因他在学武学医方面实在是个奇才，老爷爷舍不得将他埋没，便开始教他。不过偶尔还是提醒他，这辈子都不能背叛龙庭，要忠于龙庭，照顾保护好龙庭。说是龙庭一个人太孤独，捡他回家就是让他和龙庭红尘中做个伴。他明白，若不是龙庭需要一个伴，老爷爷不会捡他回家。老爷爷是他的救命恩人，对他恩重如山，他绝不违背爷爷的遗言。玲玲，你就别吓初九了，谁能替换初九？初九，你别听你师父胡说八道，他是故意吓你的，不会将你换掉的。龙庭哪舍得，也没有人能替代你在他心里的位置。穆晴上前拉着初九走到沙发前坐下，屋里没有外人，就咱们几个，都是一家人，你也不用拘谨坐着，跟我们好好唠唠。听了穆妈妈的话，初九悬着的心放下来，他是真怕师父会将他换掉，不让他再贴身跟在龙庭身边，少爷已经是他的命，真让他离开龙庭，简直比杀了他还要让他难受。程玲玲笑道，晴晴，你心太软，这么快就告诉初九了。初九说道，师父，你要吓死我，泰山崩于前你都不怕，听到要将你从龙庭身边调走，就吓得脸色都变了，你这心里就只有龙庭呀。程玲玲朝自家徒儿看了两眼，龙庭接过师父的话，初九心里当然只有我，我心里也只有初九的。初九师父故意吓你的，我不会把你换掉，也没有人能替代你，不过以后再遇到危险，你要给我动动拳脚的机会，手痒脚痒的滋味你是懂的。初九无语的道，需要你出手的时候，那得是多大的危险？少爷想遇到大危险？龙庭笑笑，我希望我们都平平安安的，余生皆无险。交接得很顺利吧？穆晴回到了主题，两个年轻人知道对方心里只有彼此就行，明面上很顺利，背地里他们会耍什么手段？阴招还不知道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我也不怕他们。穆晴点头正常，他们好歹也经营了30年，怎么可能就这样拱手让给你？以后你们俩出入注意点，小鬼难缠，那些小人才是最可怕的。妈，我知道的。穆晴又对初九说道，初九以后你不要在意，
保镖的身份跟在龙婷身边了，最好以女朋友的身份。初九愣住，就连龙婷都很意外。两人先是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一起看着穆晴。初九的脸有点红，他问：穆妈妈为什么？龙婷现在是龙氏家族的家主了，但他单身族里那么多的老人家，他们就会盯着家主夫人那个位置，会明着催暗着安排，想让亲近他们能帮到他们的女子坐上家主夫人的位置。龙婷可以拒绝，但不能一直拒绝。若是他们轮番安排相中的女孩子接近龙婷，纠缠龙婷，你们的日子还能平静？龙婷也必须结婚生子，你家就剩你一个了，好不容易抢回的家主之位，总不能在几十年后交给旁支吧。所以龙婷不可能一辈子打光棍。初九扮演女朋友这个角色最适合，你会功夫有头脑，与龙婷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，感情深厚，不是那些千金小姐可以比的。你们俩相互信任对方，那些想破坏拆散你们的人就没有机会。龙婷看着初九，初九也看着他，初九的脸更红了，他说道：穆妈妈，我不会演戏。想起那天师父和穆妈妈对他说过的话，初九的心再次乱起来。少爷爱他吗？少爷很在乎他，这是真的，他感受得到，但那是爱吗？会不会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情谊？不会演戏啊。穆晴拖长了尾声，与程琳琳交换了一下眼神后，两个人同时起身，对龙婷说道：我和你师父跟着回来，是担心你们会出事，现在看来很顺利，我们也就不担心了，匆匆赶回来太累，我和你师父得回去休息休息。龙婷明白两位长辈的意思，他和初九跟着起身，要送两人出屋，被程琳琳拒绝了。都是一家人，那么客气做什么？你们也休息休息，或者商量一下接下来你们怎么扮演男女朋友。程琳琳从龙婷身边走过时，还拍了拍龙婷的肩膀，鼓励她向初九表白。穆晴则对初九说：初九，在我们眼里你也是家人。初九想说什么，穆晴却让他什么都不用说。两人就那样看着两位长辈走了，屋里很快就只有龙婷和初九。龙婷看向初九，问道：我在拍卖会上拍下来的那件珍品呢？初九答道：还在车上。他们匆匆离开，回到 H 市，也是直接去的龙氏老宅，并没有回家那件珍品，便在车上。少爷，我现在就去拿。初九出屋，很快便拿着一个精美的盒子进来，盒子里放着的便是龙婷在拍卖会上拍下来的那条项链。他不差钱，东西又小，当场支付了钱就能带走。少爷，初九将盒子递给龙婷，龙婷接过了盒子并打开来看，然后将盒子放在茶几上，他从盒子里将那条项链拿出来，示意初九上前。初九不解，但依言上前。初九，你戴一下，让我看看效果。初九愣了一下，看着龙婷的俊脸，犹豫地提醒：少爷，这条项链很珍贵，意义也重大，这是你们家族家主夫人佩戴的珍品，虽说流落在外多年，龙婷买回来不就是因为这是他先祖佩戴过的吗？对他来说意义很大，让他佩戴不合适吧，哪怕是试戴一下。项链是很珍贵，再珍贵也是物件，并且由我买下来就属于我的了，我能主宰这条项链的命运。龙婷说着走到初九的身后，要亲手帮初九戴上。初九又阻止他说道：大少爷，你要看效果，等穆妈妈休息好，请穆妈妈佩戴一下也能看到效果。穆妈妈的气质高贵，戴上这么贵的项链才能看出效果。初九，龙婷没有强迫初九答应，他眼神深深地凝视着他，声音低沉问他：穆妈妈刚才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？初九眼神里掠过了一丝惊慌，不敢和龙婷对视，脚下悄悄动了动，往一旁悄悄一步，想拉开和龙婷的距离。此刻的少爷带给他很大的压迫感，那眼神过于深沉，他与他对视时竟生出了心慌。真是见鬼了，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。都怪师父和穆妈妈前2天和他说的话，他们明着暗着都在告诉他少爷爱他。少爷，我不擅长演戏。初九定了定心神，尽量让自己的声音不变。谁叫你演戏？龙婷说道。初九，你看着我，你也别退了，
咱们说说掏心窝的话。初九看向他，初九，你知道我拍下这条项链想做什么吗？一是先祖的东西，我身为后辈的遇上了有责任把东西买回来。二是我想买下它，然后送给你当定情礼物。定情礼物？初九错愕地看着他，眼底的慌乱更加的明显。完了，少爷这是向他表白的节奏吗？这条项链是一位家主夫人的首饰，虽说他后来赠送给女儿当嫁妆，但大家看到这条项链时，首先想到的都是龙家的家主夫人，代表是家主夫人的身份。少爷居然买回来送给他当定情礼物，这是……少爷，你别开玩笑了，这样的玩笑一点都不好笑。我怎么能收下这么贵重的礼物？少爷，你说，这……可怜的初九呀，被他家少爷吓得语无伦次了。龙庭将项链先放回盒子里，随即上前2步，伸手扳住了初九的双肩，认真的道：初九，我不开玩笑，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开玩笑，我说的是真心话。初九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，并不是开玩笑。以前不敢向你表白，是担心我会死，怕会连累你。这次穆妈妈和师傅过来，他们和我说了很多，在外人眼里我们早就是一体的了，不想连累你，也连累了。我想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再干预我对你的感情，但我可以保证绝对不会让任何人伤你。初九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陪在我身边时间最长的人就是你，感情深厚，我相信你对我也是有感情的。初九，做我女朋友好吗？等我在龙家站稳了脚跟，咱们就结婚，龙家的家主夫人只会是你。龙庭深情的表白，他总怕自己会死，会连累初九，可初九跟在他身边，与他出生入死多年，两人早就成了一体，不想连累也连累了，如今他们还好好的活着。他要表白，要让初九知道他对他的好，不仅仅是亲情，还有爱情。他爱他，什么时候爱上的他都不知道，只知道他住进了他的心里，再也没有出来过，一人独占他的心房。少爷初九本能的想搬开龙庭的手，龙庭握得紧，他没有成功，可能也是心慌意乱，力气变小了吧。少爷，你是我的少爷，是我的主子，是我一辈子效忠的人，我们怎能……龙初雪。龙庭低沉地叫出了初九的大名。龙初雪，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佣人，你就是我的伴侣，我们是平起平坐的，可以说是师兄妹。师公说了，让你给我作伴，期限是一辈子作伴，还有一层深意，就是让我们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后结为夫妻，夫妻也是伴侣，那才是一辈子的伴。初九愣愣地看着他，他有很多话想说，此刻却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他也爱少爷呀，可能在情窦初开的时候，他就爱上了少爷，只是他谨记自己的身份，记住老爷爷的话，不敢肖想少爷，哪怕少爷和他一样是孤儿，但少爷的真实身份却是天之骄子，而他却是真正的孤儿，也是家世很普通的孤儿。老爷爷捡了他回来后，查过他的身世，也告诉过他，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少爷，